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磊。今天呢，咱们来看哈弗 H6的国潮版。那这个国潮版是什么版本呢？就是它是基于第二代哈弗 H6打造的一个车型。那最主要的一个升级呢，就是它在智能化方面有了一些提升。那另外呢，它跟全新的第三代哈弗 H6是同期销售的一个情况，只不过它的定位会比三代的哈弗 H6要稍微低一点。那整个这辆车呢，我们拿的是一个 1.5T 的高配车型，外观呢可以看见整个它的设计跟二代哈弗 H6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前面的中网稍微大了一点，而且呢它整个用到了是黑色的装饰。这辆车整个车身颜色是红的，然后配上这个黑色的装饰，感觉还挺好看的。然后中网上面还有一些镀铬的装饰，包括你还可以看见这边呢是有全景影像的摄像头的。侧面呢，首先它的车顶有一个行李架，然后它车窗的这个轮廓也都是黑色的，跟这个红色的车漆一配就感觉很好看。侧面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它塞住后面的小的那个三角窗，相比于之前二代哈弗 H6要稍微大了一点。配置上呢，轮圈是19寸的，轮胎是235的宽度，然后呢两个前门你是可以看见有无钥匙进入的功能的。然后车尾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它新增了现在非常主流的贯穿式的尾灯，下面呢是双边共两出的排气，不过呢露在外面的都是装饰。OK， 再来看一眼它的后备箱。那首先整体的尺寸，我觉得对于一个紧凑型 SUV 来讲，这个尺寸是 OK 的。后排呢可以4:6比例放倒，放倒之后呢也几乎是一个纯平的空间的，所以整个空间上我觉得是不用有太多担心的。两边有两个这种小的储格，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放灭火器什么的。盖板下面呢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那我觉得整个后备箱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整个地台太高了，所以你上下搬去一些箱子就费点劲。OK， 坐到车里面，首先上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个亮点，就是这辆车的车门是全包式的。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在雨雪天气可以防止这个脚踏的这个位置呢蹭到你的裤腿有些脏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设计还是挺贴心的。坐到车里面呢，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大屏幕，也是现在非常主流的设计，一个悬浮式的。用料上呢，上面是软质的材质，中间这儿呢是一个类似于钢琴烤漆的面料，下面呢这儿有一个饰板，包括在门板上面呢，你可以看见它整个这个花纹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感觉上呢就是比较艺术，挺好看的一个设计。然后配置上呢，屏幕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不过呢，你需要去登录一个哈佛手机 APP 的账号，或者说呢，你用手机号去直接给你发验证码登录也是 OK 的。那登录之后呢，你就可以解锁非常多的功能。整个这个系统呢，它是腾讯去合作的一个功能，里面呢有比如说像高德地图，有手机车载，有车载的这个微信，包括还有爱奇艺、抖音、全民 K 歌等等等等，非常多第三方的功能。包括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用这个屏幕去放爱奇艺的视频，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车开起来了，它的这个视频它就会给你停掉，但是其实视频它的音频还会继续，就是它没有影像了。它为了让你把视线放在道路上安全驾驶，但是它的声音还会像比如说你听收音机一样继续去放。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开特斯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如果你开起车来，它整个视频音频都给你停掉了，你就会感觉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去听有一些视频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还挺好的。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屏幕里面呢还是有全景影像的功能呢，它有一个虚拟的小车是在这里的，感觉还挺好。所以整个这块屏幕，让这辆车在智能化这一块呢，我觉得这一次升级还是相当好用的一个功能的。另外呢，这边其他的配置呢，可以看见大灯是自动的，雨刷是自动的，方向盘上面有方向盘加热。这边呢还有自动泊车，两边的座椅呢整体软硬都是 OK 的，包裹性呢我觉得也符合一个紧凑型 SUV 应该有的一个状态，都是电动调节带座椅加热，但是座椅加热呢是没有实体按键的，你需要在屏幕里面找，或者呢它还有一套非常好用的语音控制的功能。它的语音控制呢，你可以实现，比如说开车窗、开座椅加热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是觉得，像座椅加热这种在冬天用的比较多的功能呢，你还是给我一个实体按键会更方便一点。其他的配置呢，再往下这边呢有一个 USB， 一个12伏的电源，这边还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后面呢电子挡把一键启动，电子手刹 Auto Hold。
这是它整个配置上的一些功能。然后储物空间方面呢，首先门板这边是上下2层，方向盘的左边有一个小的储格，这边呢你还可以看见是有陡坡缓降的功能的。中间这个位置刚才已经说过了，有放手机的位置，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插槽，也可以插手机。整个中控台的下面，因为是电子挡把嘛，所以还有一个多出来的储空间。后面是2个杯架，然后这个杯架中间的这个分隔也是可以打开的，所以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的空间。再往后呢，还有一个小的储格。打开扶手，里面的空间也非常大，像我早上刚刚喝完的奶瓶，你看这个奶瓶其实不小，整个放到里面也是可以扣上的，所以这个空间是相当可以的。那前排基本就是这样，现在去看一下后排。OK， 坐到后排，前排呢是我调好的驾驶位，我的身高是1.78米，腿部呢是有2拳的空间，头部呢也有一定的余量，并且呢它上面是一个全景的天窗，整个坐在这儿呢，第2排的通透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座椅呢，这个坐垫整体的软硬是比较适中的，而且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中间这个座椅，前半1/2的位置呢，就是它特别的软，所以呢我如果坐在中间这个位置，我稍微屁股靠前坐一点，这样侧躺着坐，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位置特别软，屁股真的坐在这儿还挺舒服的。另外呢，就是它中间是没有大鼓包的，所以呢后排坐3个乘客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呢会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它整个地板的地台太高了，所以呢这个相对于座椅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的长，这样呢你对腿部这块就会有一点支起来，乘坐会比较一般。这是它后排乘坐的一个感受。配置上呢，这边有 Air Clean， 就是空气清新系统，然后呢有2个出风口，2个 USB 的电源，然后有一个小的储格，那这就是它后排整体的一个情况了。下面呢，咱们把这辆车开起来，来看一下它动态驾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OK， 把这辆车开起来，来看一下它动态的感觉。首先呢，这辆车搭载的是跟第3代哈弗 H6 一样的这个 1.5T 的发动机，所以功率上要大一点，169马力，285牛米的一个参数。然后它的扭矩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它从1400转就开始进入它的扭矩平台之后呢，整个这辆车在中低速还是挺湍的，感觉还不错。尤其是你在城里开，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呢，它的双离合7速湿式的双离合，整体平顺性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这个换挡是稍微有点慢的，尤其是你在急加速的时候，换挡稍微有点慢。另外呢，就是你想中段加速，然后你深踩之后，它的降档反应也稍微慢了一点，这是它双离合的一个感觉。另外呢，整个这套动力系统呢，我觉得它在高转速的时候发出的噪音还是不够优雅从容，传到车里面的声音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整个这辆车呢，就是那种城里代步，中低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高速上呢，想超车，一个是它动力响应，还一个是整个的这个噪音回馈给你的，所以就会让你还是佛系一点，在高速上开吧，是这么一个感觉。另外呢，它的整个转向的手感呢还是比较轻的，不过路感上是 OK 的。悬架稍微有一点软，但是我觉得作为一辆紧凑级的 SUV 家用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这辆车的刹车，我觉得整体脚感是比较软的，所以你一定是要稍微深踩一点才能感觉到比较强的制动力，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太好的，所以这是它整个开起来这个感觉。另外在智能化方面呢，这辆车还是有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的功能，它的 ACC 也是全速段的，所以在智能驾驶这一块还是 OK 的，并且呢，它是整个车可以支持 FOTA 的线上的升级，那这就是它整个动态驾驶全部的一个感觉了。因为它的定位呢会比第3代的 H6 要稍微低一点嘛，我看了一下第3代的 H6 1.5T 的高配车型是卖到13.4900的这么一个价格，那这辆车呢肯定会比那辆车再稍微便宜，我估计大概1-2万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10万出头的一个水平，那哈弗 H6 这个国潮版在这个价位的这个级别里面，我觉得能有这样的空间的实用性，然后整个这个智能化的配置，我觉得还是挺有竞争力的。OK 了，那这就是这期试车，咱们下期再见。